千年前，太印古神为对抗印界，为众生传下印记之道。人们躺入古老退关，觉醒印记。有人飞天遁地，有人御剑凌霄，大地各处出現修士，文明興起。然而，印界生物印魔撕開了兩界屏障，掠奪天下修士印記，提升修為。一時間，天下生靈塗炭。太印古神結五域修士集眾生之力，與印魔展開決戰。但印界凶獸無窮無盡，印魔更能從印界汲取力量，越戰越強。若不徹底封印裂縫，這場戰爭永無休止。然而，想要徹底封印印界，需要集齊1000種印記，但太印古神只找到998種，唯獨缺少傳說中的虛空印。他只能以不完整的陣法將印魔暫時封印，但封印只能維持1000年。可惜了，沈家100年來第一個宿印失敗的人。堂弟，雖然你是廢物，以後你還可以幫忙管理家族事務嗎？宿印失敗，沈家的廢物。不對，石海裡明明有東西在動。這就是我的印記。形狀什麼都不像，印記太弱了。一點戰鬥力都沒有，到底是什麼印記？為什麼這麼弱？我需要查一下家族古籍是否有記載。凝气镜，顾不了那麼多了。又來一個送死的。什麼？這是什麼印記？虛空在吞噬他的印記。不可能！我的印記怎麼會被吞噬？沈渊，他的印記被廢掉了。你的印記能吞噬別人的印記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剛才情急之下催動了印記，然後就變成這樣了。這是虛空印，傳說中1000年一現的虛空印。沈家出了一個天才。沈淵，虛空印千萬不能告訴別人，而且虛空印氣息非常容易吸引凶獸的注意。是，我會小心的。你們以為抓住我就完了嗎？我只是先鋒，赤蛇門很快就會來攻打沈家，到時候你們都得死。赤蛇門，他們為什麼要攻打沈家？因為你們沈家擁有一樣東西，我們門主想要的沈家老祖留下的印記碎片。沈家老祖的印記碎片早就失傳了，根本不在沈家。你們騙不了我，我們門主已經查清楚了，印記碎片就藏在沈家祖地的密室中。他說的是真的，沈家老祖的龍魂印碎片確實藏在祖地密室中，一旦被赤蛇門得到，後果不堪設想。赤蛇門銀蛇母是雙印者，沈家根本擋不住。我沈家就算全族死絕，也絕不低頭。一死而已，沈家死戰！赤蛇門很快就會來攻打沈家，我們必須做好準備。
同時派人去求援，請附近的家族幫忙。长老，我願意去求援。长老，我也想幫忙。你的虛空印剛剛覺醒，還不穩定。你先去藏書閣學習虛空印的修煉方法，等你掌握了虛空印，再來幫忙。我明白了。虛空印不僅能吞噬別人的印記，還能吸收天地間游離的印記，修煉速度極快，複製別人的印記特性。凶獸，印記核心，虛空印絕不是廢印。我要在赤蛇門來之前掌握它。凝气境，我突破了。沈家，交出龙魂印碎片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龙魂印碎片是沈家老祖留下的遗物，我们不会交出来的。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哼！我的印记在消失，怎麼回事？虛空印，沒想到沈家居然出了一個虛空印的擁有者。沈渊，虛空印又如何？在絕對的力量面前，都是螻蟻。沈家，今天你們完了！阴蛇母，你的對手是我。劍無痕，你真是陰魂不散，追了我3年了，你到底要幹嘛？你陰蛇母作惡多端，今日我必須阻止你。给我碎！太弱了。怎么会？是凶獸！剑无痕，你今天死定了！怎麼回事？快帶族人撤退！這隻凶獸太強了，我攔不住多久。不能逃！
空印的力量完全不夠。凝气境，铸印境，我在突破。你的虚空印居然能吞噬凶兽，而且还吸收了印记核心，我也没想到。走，小兄弟，你的虚空印很强，好好修炼，将来一定能成就大事。多謝前辈相救。不用谢。对了，我叫剑无痕，是印记岛的弟子。如果你将来有机会，可以去印记岛修炼。沈渊，你吞噬凶兽的印记核心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传说中的三印者玄策府府主厉晨阳，他一直在寻找能吞噬印记核心的人。沈渊，你有大麻烦了。长老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暂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只能暂时隐藏消息。今天的战斗，太多人看见虚空印了，消息根本瞒不住太久。沈渊，如果厉晨安发现我沈家就算全族死绝，也必須護你周全。不行，以沈家的實力擋不住厲晨妖，我必須離開沈家。厲晨妖的目標是我，我決定去印記島修煉。只能如此了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而且你的印記核心必須盡快煉化，否則會反噬你。這裡面有一些資源，你拿着，路上小心。這本古籍記載了印記核心的煉化方法，你要仔細研讀。孩子，去吧，等你足夠強了再回來，我會回來的。小兄弟，我陪你一起走，路上也有個照應。多謝前輩，叫我師兄就行。我看你的虛空印很有潛力，我決定帶師收徒。多謝師兄。印記核心是凶獸體內凝聚的精華，蘊含巨大能量，煉化成功，實力暴增，還能獲得凶獸的部分能力。但煉化失敗，輕則重傷，重則死亡。凶獸來自另一個世界，印界由印記構成，其內生物皆印記凝聚，實力極強。每隔一段時間，兩界屏障出現裂縫，少量印界生物即為凶獸。有人正嘗試打開印界大門，使印界生物大規模入侵。此人，玄策府府主厲晨陽。師兄，凶獸是來自印界的生物。而且厲晨陽想要打開印界的大門。沒錯，這就是最近凶獸越來越多的原因。厲晨陽在背後操控，想要製造混亂，趁機收集印記核心。那我們該怎麼辦？阻止厲晨陽。但現在我們的實力不夠，你需要盡快煉化印記核心，提升實力。而且你的虛空印能吞噬印記核心，這是厲晨陽最想要的能力。所以你必須小心，不能讓厲晨陽發現你。走，幫忙！多謝兩位相救，我叫李商，是雲商會的隊長。不用客氣，互相幫助是應該的。這位小兄弟，你是不是吞噬了凶獸的印記核心？你怎麼知道？你想幹什麼？兩位別誤會，我沒有惡意。你身上有印記核心的氣息，這種氣息很特殊，我一聞就知道了。而且你的印記核心還沒有完全煉化，如果不盡快煉化，你會有危險。那該怎麼隱藏氣息？這是隱息玉佩，戴上它就能隱藏印記核心的氣息。送給你。多謝李隊長，你們救了我們，這是應該的。對了，你們要去哪裡？我們要去印記島。那正好，我們也是去東海的，不如一起走，路上也有個照應。好。最近凶獸越來越多，很多地方都不安全。而且有傳言說，玄操府的厲晨妖正在收集印記核心，想要塑造第4枚印記。李隊長，你知道厲晨妖為什麼要塑造第4枚印記嗎？據說人體最多只能承載3枚印記，強行塑造第4枚，人體會崩潰。但厲晨陽找到了一個方法，用印記核心強化身體，讓身體承載第4枚印記。而且傳說中，擁有4枚印記的人可以打開印界的大門，獲得無窮力量。如果厲晨陽真的塑造出第4枚印記，打開了印界大門，整個世界都會被印界生物入侵，到時候整個世界都會毀滅。印記島在東海中央，
我们雲商會有船可以送你們過去。多謝李隊長，多謝。到了，那就是印記島。邪术的速度完全跟不上。虚空印，没想到千年一现的虚空印居然出现了。师傅，这是我新收的师弟，叫沈渊。小子，我叫剑圣，是印记島的島主，歡迎來到印記島。不過，我要告訴你一件事，你吞噬了凶獸的印記核心，這件事已經傳開了。現在整個大陸的強者都在尋找你，其中就包括厲晨陽。而且，我剛才殺死的海獸體內有一枚特殊的印記核心——龍魂印核心。龍魂印核心？這枚印記核心本來應該在你們沈家。但不知道為什麼會在海獸體。更奇怪的是，這隻海獸似乎是被人故意引到這裡的。有人想要借海獸之手殺死我。有人想借海獸之手殺死我，是誰？我也不知道。但這個人很了解你的行蹤，知道你會來印記島，所以提前把海獸引到這裡。會不會是陰蛇母？他之前想奪取沈家的龍魂印碎片，但失敗了。或許他偷走了龍魂印碎片，餵給海獸，想借海獸之手殺死沈淵。有可能。不過現在海獸已經死了。龍魂印核心在我手裡，沈淵，這枚龍魂印核心本來應該屬於你們沈家，現在我把它還給你。你的虛空印能吞噬印記核心，如果你能煉化龍魂印核心，實力會暴增，到時候你才有能力對抗厲晨陽。島主，但我體內已經有一枚印記核心了，如果再吞噬龍魂印核心，我怕身體承受不住。你的擔心是對的，普通人確實無法同時煉化2枚印記核心，但你的虛空印很特殊，它能融合多枚印記核心。不過煉化的過程會非常痛苦，你要做好心理準備。我明白，為了對抗厲晨陽，為了保護這個世界，我願意承受任何痛苦。很好，跟我來。這是煉化法陣，你進入法陣後，法陣會幫助你煉化龍魂印核心，但這個過程非常危險，如果失敗，你會死。撑住，必須撐住！第2枚印記。玄武印，之前吞噬的印记核心中蘊含着玄武印的碎片，現在他覺醒了。印魂境初期，2枚印記，虛空印負責吞噬和攻擊，玄武印負責防禦。我現在是雙印者了。你突破到了印魂境初期，而且還覺醒了第2枚印記。是的，島主。我現在是雙印者了，太好了！雙印者已經是頂尖的存在，而且你的虛空印融合了龍魂印核心，現在你已經有資格對抗厲晨陽了。島主，不好了，玄策府的大軍來了，厲晨陽親自帶隊，他們要攻擊印記島。厲晨陽怎麼會知道沈淵在這裡？剑聖，把那個擁有虛空印的小子交出來，我可以饒印記島一命。休想！印記島的弟子
寧死不屈！哼哼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天印镜和印魂镜之间差距太大了。李晨阳，你的对手是我！双印者，而且你还炼化了龙魂印核心。哼哼哼，有意思，看来我没有白来。哈哈，就凭你也想对抗我？你和我之间差了一个大境界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你的虚空印怎么会这麼強？融合龍魂印核心後，虛空印的吞噬能力暴增了10倍，龍魂之力還能壓制其他印記。好，很好，沒想到你的虛空印這麼強，但你以為這樣就能贏嗎？那是印界的鑰匙，厲晨陽，你瘋了嗎？你要在這裡打開印界的大門？沒錯，既然你們不肯交出沈淵，那我就打開印界的大門，讓印界的生物來幫我。所有弟子準備迎戰！不能讓裂縫繼續擴大，否則整個世界都完了。有意思，居然有人擁有虛空印，這種印記我已經很久沒見過了。小子，你的虛空印很有潛力，但現在的你是太弱，完全無法阻止印記。印魔，你越界了！太阴古神，你不是已經死了嗎？我確實死了，但我留下了一縷意識，專門用來對付你這種違反規則的家伙。印魔，你違反了印界的規則，擅自進入這個世界，按照規則，你要受到懲罰。太陰古神，你只是一縷意識而已，你以為你能對付我？印魔，你太小看我了。雖然我只是一縷意識，但對付你足夠了。所有弟子撤離印記島！沈淵，你以為你能逃嗎？小子，你想要力量嗎？你是誰？我是龍魂印核心中殘留的龍魂意識。你煉化了龍魂印核心，但我的意識還在。我可以暫時借給你我的力量，但代價是你的壽命會減少10年。我願意。很好，那就接受我的力量。你蠢！李晨翔，接住！我成功了！我塑造出了第4枚印記，我現在是4印者了。不好，他的實力已經達到了歸虛境初期，我們所有人加起來都不是他的對手。沈淵，現在該你死了。
厉晨央，你終於塑造出了第4枚印記，但你知道塑造第4枚印記的代價嗎？代價？我不在乎什麼代價，只要我能獲得力量就夠了。你會後悔的。塑造第4枚印記的代價是你會失去自我，成為印界的奴隸。什麼？不！印界的鑰匙不是用來塑造第4枚印記的，而是用來打開印界大門的。你用鑰匙塑造第4枚印記，就等於和印界簽訂了契約，你會成為印界的奴隸，永遠無法擺脫。厲晨陽，你上當了！印界的鑰匙是我故意給你的，目的就是讓你成為印界的奴隸。現在你屬於印界，現在去殺了那些人類。你們快走，我來攔住他！島主，我們不能丟下你！快走！我只是一意识死了也無所謂，但你們不能死，你们要活下去，将来对抗印界。厉晨阳虽然成了印界的傀儡，但印界的威胁還在，我必須變得更強，才能對抗印界。沈淵，太印古神在消散前告訴我一個秘密，他說在大陸西部有一座天元山，那裡隱居着很多強者，而且天元山中有一個秘境，秘境中有太印古神留下的傳承，如果你能獲得傳承，你的實力會暴增，到時候你才有能力對抗印界。那我們就去天元山。太印古神用最後一縷意識換來了我的生息，這份代價我不會浪費。虛空印跑不掉的。龍魂借給我的力量已經消散，實力回到了印魂境初期，而且因為使用了龍魂的力量，我的壽命減少了10年。但如果不是龍魂的力量，我早就死在厲晨昂手裡了，不後悔。印記島已經毀了，但我們不能放棄，我們要重建印記島，同時對抗印界的威脅。沈淵要去天元山尋找太印古神的傳承，劍無神，你陪他一起去。是，師父。沈淵，天元山很危險，你要小心，而且印魔已經盯上了你，你一定要活着回來。我一定會活着回來的。天元山是大陸上最古老的修煉聖地。師兄，你去過天元山嗎？沒有，天元山太危險了，一般人根本上不去。天元山，我來了。這是天元山的禁制，專門考驗登山者的實力。这些凶兽被印界控制了，是印魔派来的。太多了，擋不住。何方宵小，敢在天元山撒野！你們是什麼人？為什麼要來天元山？前輩，我們是印記島的弟子，我們來天元山是為了尋找太印古神的傳承。既然你們是來尋找太印古神傳承的，跟我來吧。我叫莫老，是天元山的守護者。我在這裡守了300年，就是為了等待虛空印的擁有者。前輩，為什麼要等待虛空印的擁有者？因為太印古神留下的傳承，只有虛空印的擁有者才能獲得。而且太印古神臨死前留下了預言，1000年後印界會再次入侵這個世界，到時候需要虛空印的擁有者來拯救世界。太印古神還留下了一個秘密，關於印記起源的秘密。印記不是太印古神創造的，而是來自一個更古老的文明——太古文明。太古文明掌握了印記的奧秘，創造了印記體系，
但太古文明在一場浩劫中毀滅了。太古文明虽然击退了印界，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，整个文明毀滅了，只留下了印記體系和一些傳承。太印古神只是發現了太古文明的遺跡，學習了印記體系，傳播到了整個世界。原來印記是太古文明創造的，那太古文明為什麼會毀滅？沒有人知道，但據說太古文明的毀滅和印界有關。這就是太印古神留下的傳承法陣。你進入法陣後，法陣會將太印古神的所有經驗和管傳授給你，但這個過程非常痛苦，你要做好心理準備。前輩，我準備好了。千年之後，虛空印的擁有者會來到這裡，他將繼承我的力量，阻止印界再次入侵。印記共鳴，太印古神的絕學讓多枚印記產生共鳴，爆發出數倍的威力。破繭境初期，夠了，該去面對那些該面對的了。破繭境初期，你成功了！300年了，我終於等到了。多謝前輩守護，沈淵不會辜負太印古神的傳承。不好，印魔來了，而且他還帶來了厲晨陽的傀儡，他們要毀掉天元山。來吧。太印古神的傳承之地，正好今天就把它一起毀了。沈淵，你剛獲得傳承，實力還不穩定，先退到後面去。前輩，我不會退的。天元山是太印古神留下的傳承之地，我不能讓它被毀掉。有意思，你獲得了太印古神的傳承，實力提升了不少。但你以為這樣就能對付印界的力量在不斷強化他的傀儡之身，比上次更恐怖了。沈淵！300年了，守了300年，是該完成最後的使命了。沈淵，我來封印厲晨航，你去對付印魔。給我放！莫老前輩，沈淵，我守護天元山300年，今天終於完成了使命，接下來就交給你了。印魔，你會為此付出代價的。呵呵，就憑你！虛空印的吞噬力怎麼這麼強？獲得太印古神的傳承後，虛空印的吞噬能力暴增了數十倍，再加上龍魂印核心的加持，不可能！我的力量在流失！沈淵，
我会回来的。印界大门即将完全打开，到时候你们这个世界会被印界淹没。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师兄，莫老前辈牺牲了。莫老前辈为了守護天元山犧牲了自己，我們不能辜負他的犧牲。走吧，我們回去找師傅，商量下一步的計劃。沈淵，我有重要的情報，異魔在北荒雪原建造了一座印界之門，如果那座門完工，印界的大軍就會湧入，到時候所有人都會死。你為什麼要告訴我？我不想死，印界入侵，沒有人能活下來。陰蛇母，你一直在和厲晨陽合作，你以為我會信任你嗎？我知道，但現在印界入侵，我們必須放下恩怨。這裡面記載了印界之門的位置，是我從厲晨陽手下偷來的。印界之門在北荒雪原，已經建造了7成。如果我們3個月內毀不掉它，印界大門就會打開。那我們必須盡快行動。沒錯，但光靠我們印記島的力量遠遠不夠。我們要召集大陸上所有的正義修士，組建聯盟，共同對抗印界。那我們該找誰？北原江家、雲商會、劍宗、天機閣，如果能把他們拉進聯盟，勝算會大很多。還有一個人必須爭取，江沐白，北淵江家的家主，擁有雙狼印，實力印魂境巔峰，而且他掌握一種特殊能力——印記追蹤，能追蹤到印界之門的核心所在。沒有他，你們根本找不到印界之門的核心。但江沐白會幫我們嗎？不好說，江沐白是個很複雜的人，他做事只看利益。兵分3路，沈淵和劍無中去北淵江家，爭取江沐白的支持。我親自去劍宗和天機閣。陰蛇母去聯繫赤蛇門的殘部和其他散修。時間緊迫，即刻出發。兇手越來越多，印界的侵蝕越來越嚴重，每耽誤1天，就有更多的人失去家園。你就是傳說中擁有虛空印的沈淵？是的，江家主，我今天來是想請你加入聯盟，共同對抗印界。對抗印界，那是什麼？你說的是真的？千真萬確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問陰蛇母，她有詳細的情報。就算你說的是真的，我為什麼要幫你？對抗印界極其危險，江家可能因此覆滅。江家主，印界大門打開，整個大陸都會淹沒，到時候沒有人能活下來，包括江家。對抗印界不是為了我，是為了所有人，包括你和你的家人。好，我幫你，但我有一個條件。什麼條件？我有一個妹妹叫江於眠，她的印記出了問題，如果不盡快解決，她的印記會崩潰，她會死。我聽說你的虛空印能夠吸收和調整印記，如果你能幫我救我妹妹，我就加入聯盟。陰蛇母說她只看利益，但她錯了，她只是在用利益偽裝自己，真正驅動她的是對家人的愛。我願意試試。邪氣侵蝕，再不處理，印記就徹底碎了。謝謝你。不用謝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沈淵，謝謝你救了我妹妹。從今天起，北淵江家全力支持聯盟，而且我會親自帶隊，陪你去北荒雪原。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剛恢復，太危險了。讓他去吧，多一個人，多一份力量。好吧，但你要小心。劍聖成功爭取到了劍宗和天機閣的支持，陰蛇母聯繫到了赤蛇門殘物和散修，聯盟集結了3000名修士，其中印魂境以上的強者50多人。你們以為一集結幾千人就能阻止印界嗎？告訴你們一個消息，印界之門已經建到了9成，3天後就會完工。到時候，印界大軍將湧入這個世界，你們所有人都會化為虛無。那就在3天內毀掉印界之門。出發！沈公子，
你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但不管有没有把握，我们都必须去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去，就没有人能阻止印界了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印界之门已经建造了9成，我们必須在1天之內毀掉它，否則就來不及了。分2路行動，一路負責對付凶獸，一路負責毀掉印界之門。好，我帶領大部隊對付凶獸，你帶領精銳直取印界之門。我們5個就是精銳小隊，目標毀掉印界之門。全軍聽令，衝！正是，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。你的血统变强了。沒錯，而且不止變強了1點。之门的核心在拱门顶端，是一颗黑色的宝石，毁掉它就能毁掉印界之门。沈渊，你去毀掉核心，我們來攔住印魔。但你們4個人不是印魔的對手。放心吧，吾輩修士何懼一戰。好，拜託你們了。不許碰核心！不夠，還不夠快。就算沒有完全覺醒，也夠了。不，我的印界之门！沈渊，你毀了我的印界之門，但這不是結局，印界還有更強大的存在，他們會來的。到時候，你們這個世界會被徹底毀滅。裂縫沒有完全消失，屏障還沒有恢復。印魔說的那些話，印界還有更強大的存在，這只是一個開始，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面。沈淵，這次多虧了你，但印界的威脅還沒有解除，裂縫還在，凶獸還會入侵。要想徹底解決印界的問題，你必須找到一樣東西——聖印之心。聖印之心，那是什麼？太古文明留下的最強遺物，蘊含修復屏障的力量。它就在大陸中心的太古遺跡中，但太古遺跡非常危險，普通人根本進不去。那我去。你不能一個人去，太危險了，至少要帶一個人。
我陪他去。我的玄武印和你的玄武印能產生共鳴，配合起來威力更強。而且我不想再當旁觀者，我要和你並肩作戰。讓他去吧，你們两個配合默契，比多帶幾個人更有用。而且太古遗迹中的禁制很特殊，人越多反而越危險。2个人刚好。好，那我们2个人去，其他人留在这里。我負責重建聯盟據點，江木白負責訓練修士，劍無痕負責巡邏防禦兇獸。你們2個專心去太古遺迹，找到聖隱之心。在北荒的戰鬥中，短暫覺醒過一次，但還沒有完全成型。距離覺醒第3枚印記，應該不遠了。沈公子，你在想什麼？在想滅世印的事，他還沒有完全覺醒。如果能覺醒滅世印，我就是3印者了，實力會暴增。那你覺得滅世印什麼時候能覺醒？不知道。太陰古神的傳承中說，印記的覺醒需要特殊的契機，不是想覺醒就能覺醒。沈淵，我知道你不信任我，但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。你怎麼在這裡？莫老不是把你封印了嗎？莫老的封印是針對印界力量的，現在印界之門被毀了，印界對我的控制減弱，莫老的封印也隨之減弱，我掙脫了。你想說什麼？我被印魔控制的那段時間裡，看到了很多印界的秘密。太古遺迹中確實有聖印之心，但聖印之心不是誰都能用的，它會考驗持有者的內心。如果持有者的心不夠純淨，聖印之心會反噬，整個太古遺迹都會崩塌。你怎麼知道這些？因為我去過太古遺迹，那是我被印魔控制之前的事了。我當時也想得到聖印之心，但我沒有通過考驗，聖印之心拒絕了我。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？因為我不想看到這個世界被毀滅。我雖然做了很多錯事，但我還是人類。如果印界入侵，沒有人能活下來，包括我。你能帶我們去太古遺迹嗎？你去過一次，應該知道路。可以，但我現在的實力很弱，只有助印境的實力，幫不了你們什麼忙。你負責帶路就行。曾經的對手，如今要走在一起，但我心中還有一個疑問：厲晨陽真的值得信任嗎？上次我來的時候還沒有這麼破敗，看來印界的侵蝕越來越嚴重了。這就是太古聖殿的入口，我上次就是在這裡被擋住的，用了3天才打開光幕，但進去之後遇到了守衛，沒打過。來者何人？竟敢擅闖太古聖殿？就是這個守衛。上次我就是被他打敗的。你當時是什麼實力？天陰境初期，4印者，但還是被他輕鬆擊敗了。我來對付他，你們退後。它是由印氣凝聚而成的，虛空印就是它的克星。聖印之心可毀天滅地，亦可創世造物。持之者須有純淨之心，否則必遭反噬。太古文明毀滅的原因，不是戰敗，而是使用聖印之心時內心不夠純淨，被力量反噬。這就是我失敗的原因。
我叫袁初，是太古文明最後的守護者。我在這裡等了1萬年了。1萬年？聖印之心的力量維持着我的存在，但我不是活着，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擁有純淨之心的人來繼承聖印之心。在你之前，有73個人來過這裡，包括他，但他們全都沒有通過考驗。什麼考驗？心之考驗，不是考驗你的實力，而是考驗你獲得力量之後，願意為了什麼去使用它。我準備好了，考驗開始。第1關，面對過去；第2關，面對權力；第3關，面對犧牲。3關全部通過，聖印之心就是你的。但我提醒你，73人中40人倒在第2關，33人倒在第3關，沒有一個人全部通過。堂弟，你還是沈家的一員。那時候，我確實孤獨過，不甘過，但我沒有怨恨任何人，也沒有自暴自棄。我選擇了默默努力。第1關通過，你面對過去的態度是坦然的，你沒有被過去的痛苦吞噬，這說明你的心足夠堅韌。選擇吧。第2關，面對權力。你確定選擇第2扇門，意味着你會失去所有力量，變成普通人。我獲得力量從來不是為了統治誰，我只是想保護身邊的人，保護這個世界。如果需要我失去力量，那就失去好了。第2關通過，73人中有40人選擇了第1扇門，你是少數選擇第2扇門的人之一，但最難的是第3關。你只能選一邊，選左邊。你可以救下整座城市的百姓，但你的同伴們會因為沒有你的支援而倒下。選右邊，你可以救下同伴，但城市中的百姓會全部死去。你選擇了百姓，你不怕你的同伴們會倒下嗎？我當然怕，但我了解他們，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會希望我為了救他們而放棄整座城市的百姓。如果我選擇了右邊，就算我救下了他們，他們也不會原諒我，因為他們和我一樣，都是為了保護更多的人才變強的。而且，我相信他們不會那麼容易倒下的，他們會自己撐下去，等我救百姓再回來幫他們。1萬年了。終於有人通過了第3關。之前那33個人，有的選了同伴，有的選了百姓後又後悔，想要反悔。沒有一個人能像你這樣堅定而坦然地做出選擇，並且給出讓我信服的理由。沈公子，你還好嗎？你在裡面待了整整1天。我沒事，考驗通過了。你通過了考驗。聖印之心是你的了，但我要告訴你2件事。第一，剛才那些選擇不只是考驗，他們也是預言，將來你可能真的會面對這些選擇。第二，聖印之心的能量不是無限，每次使用都會消耗能量，用完之後它就會消散，所以把它用在最關鍵的時刻。不錯，聖印之心認可了你，我的使命完成了，1萬年的等待終於結束了。沈淵，保護好這個世界。沈淵，恭喜你！謝謝你帶我們來這裡。不好，裂縫在擴張，而且速度很快。之前印界之門被毀的時候，印魔說過印界還有更強大的存在，他們一定是在從印界那邊強行撕裂屏障。需要多久？按照這個速度，最多3個月，裂縫就會大到能讓印界的高層生物通過。
必須在3個月內用聖印之心修復屏障。没那麼簡單，修復屏障需要在裂縫正下方進行，而裂縫正下方就是北荒雪原，印魔上次建造印界之門的地方，那裡現在一定布滿了印界的生物。3個月，時間太緊了。而且北荒雪原那邊一定布滿了凶兽和印界生物。沈渊去修復屏障的时候，必須有人保護他。我去，我虽然實力不如從前，但拖住一般的印界生物還是可以的。聯盟的精銳部隊也可以出動，在外圍清剿凶獸，給你爭取時間。好，那就這麼定了。但修復屏障的核心區域，只能我一個人去，人越多，反而會干擾聖印之心的運轉。那我在你旁邊給你護法，不進入核心區域，但如果有危險，我能第一時間支援你。好，接下來的1個月，我一邊趕路一邊修煉。混沌印還不穩定，時常分裂為3枚獨立的印記，我需要不斷用印記共鳴將它們重新融合。1個月後，混沌印基本穩定，實力從天印境初期提升到了天印境中期。但我知道，這還遠遠不夠。危險！有什麼東西在從印界那邊強行撕裂屏障？沈渊，快停下來！有東西從印界那邊過來了，那個氣息是印地，印地要來了！不能停！撑不住了，能量不夠。沈渊，你不需要和印地对抗，你只需要在他完全通過之前關閉裂縫。聖印之心的能量確實不夠修復整個屏障，但足夠關閉這一道裂縫，集中全部能量，對準裂縫核心，一次性關閉它。該死的人類！沈公子，你沒事吧？我沒事，只是消耗太大了。剛才那個氣息是印地的，雖然你關閉了裂縫，切斷了他的手，但你只是暫時阻止了他。印地不止一個，印界中有7個印地，他們一定會捲土重來的。我知道，但我們爭取到了時間，聖印之心的能量需要恢復。等它恢復了，我再想辦法永久修復屏障。沈淵，我被印魔控制的時候，看到了一個關於永久修復屏障的方法——萬印封界陣。這個陣法需要1000種不同的印記同時運轉，你的混沌印作為核心，就能永久封閉印界和這個世界之間的通道。但問題是，目前已知的印記種類只有600多種，我們還差300多種，而且聖印之心恢復能量至少需要10年。我們目前只有627種，還差373種，而且聖印之心恢復能量至少需要10年。我去找。中域的印记種類已經搜集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300多種不可能在中域找到。那去哪裡找？我被印魔控制的時候，看到過印界的全貌。我們所在的這片大陸叫做中域。中域之外還有4片大陸：東海深處的瀛洲，南方盡頭的炎荒，西方極遠的昆虛，北方冰原之外的幽冥。5片大陸合稱5域，各域之間隔着凶險的海域和荒原，幾乎沒有人能跨域旅行。那4片大陸也有印記體系？有，但每片大陸的印記種類都不多，大概幾10到100種左右，而且和中域完全不同。原因很簡單。中域是太印古神傳播印記體系的核心，種類最多，其他4域只是接收到了部分傳承，所以種類較少。也就是說，我必須跑遍5域，才能湊齊1000種印記。沒錯，而且萬印封界陣有一個關鍵條件，陣法必須包含5域的印記才能生效，缺少任何1域的印記，陣法都無法啟動。
因为屏障籠罩的是整個世界，五域的力量缺一不可。那我就跑遍五域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留在这里。为什麼？五域之間的旅程極其兇險，我一個人行動更靈活，遇到危險也能全力應對，不用分心。而且聯盟需要你，你的玄武印是聯盟最強的防禦力量。如果凶獸再次大規模入侵，聯盟不能沒有你。玉眠，你留在天元山幫我守住後方，等我回來。好，但你答應我，一定要平安回來。我答應你。建議你先去東邊的瀛洲，距離最近，穿過東海就能到達。瀛洲修士擅長水系和風系印記，大概有80多種獨特印記。但瀛洲雖然印記種類不算多，實力卻不弱。他們有一位天印境巔峰的領袖，叫朝聖。瀛洲80多種，那其他3域呢？炎黃擅長火系和雷系印記，大概100種左右，是4域中印記種類最多的。炎黃的修士好鬥，印記開發的最充分。坤虛擅長地系和木系，大概90種，剩下的34種在5域的交界地帶。那些海域和荒原中遊蕩的散修和隱士手中，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域，擁有獨一無二的印記。你在跨域旅行的途中，應該能遇到一些。先去瀛洲，然後南下炎荒，西行坤虛，最後北上幽冥，一路收集印記，同時在路途中尋找散修的獨特印記。整個旅程至少需要3到5年，加上修煉和突發情況，10年時間剛好夠用。厲晨陽，我不在的時候，萬印封界陣的陣法細節你負責研究。等我集齊印記回來，要能直接啟動。你放心去，陣法交給我。平安回來。白天趕路，晚上坐在印記平台上修煉。海上的天地印記比陸地濃郁得多，修煉速度加快了不少。感知不到他的印記，要麼他沒有印記，要麼他的實力遠超我，能完美隱藏氣息。前輩，你怎麼一個人在海上？釣魚，釣有緣人。小子，你身上有混沌印的氣息，還有聖印之心的殘留。你是中域來的？前輩認識混沌印？當然認識，我活了800年，什麼沒見過。上來吧，我送你一程，順便送你一樣東西。小子叫什麼名字？沈淵。好名字。我叫無名，沒有名字，活了800年，名字早忘了。前輩是哪一域的修士？我不屬於任何一域，我是海上的散修，在5域之間的海域遊蕩了幾百年。前輩，你的印記是什麼？你想知道？這枚印記叫滄海印，是我自己在海上領悟的。這個世界上，只有我一個人擁有。自己領悟的印記？印記不一定要在退關中塑造，那只是最常見的方式。如果一個人有足夠深的領悟，就能自己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印記。不過這種人極其稀少，幾百年才出一個。前輩，你願意把滄海印的印記特徵告訴我嗎？我需要收集1000種不同的印記，啟動萬印封界陣。萬印封界陣，你想永久封閉印界？好，我告訴你，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。什麼事？我活了800年，早就厭倦了。你願意做我的傳人嗎？滄海之道，包容萬物，不懼細流。我願意。這是我800年來在海上遇到的所有散修的記錄。裡面有31種獨特的印記信息，加上我的滄海印，一共32種。32種散修印記，剩下的33種，幾乎全在這本冊冊裡了。還差一種，最後一種印記不在任何人手中，那種印記叫做天命印，
是印记體系的源頭。只有在萬印封界陣啟動的瞬間，由1000種印記共鳴自動誕生。換句話說，你只需要找齊999種，第一地千種會自己出現。前輩，謝謝你。不用謝，我在海上等了300年，就是在等一個能啟動萬印封界陣的人。現在我的使命完成了。前輩，你……我說了，我活了800年，早就厭倦了。我的壽元其實300年前就到了，是滄海印的力量維持着我的生命。我把滄海印傳給了你，我也該走了。沧海一粟，亦可稱天。小子，去吧，这个世界交給你了。靈州83種，炎荒約100種，昆區約90種，幽冥約70種，冊子中32種，加上中域的627種，剛好999種。集齊之後，第1000種天命印會自動誕生。你是外來者，從海那邊來的？我叫沈淵，來自中域。中域？你一個人渡海過來的？你跟我來，我帶你去見朝聖。混沌印的擁有者，瀛洲的古籍中記載過，只有擁有混沌印的人才能整合5域的印記。前輩知道萬印封界陣？知道，瀛洲一直在為這一天做準備。我們的83種獨特印記隨時可以交給你，但你必須先幫我們解決一個問題。東部海域出現了一隻遠古海獸，已經有好幾個強者去了，都沒回來。如果你能解決它，印記全部交給你。我去。靈州炎荒昆虛幽冥冊子中域剛好999種，集齊之後天命印會自動誕生。旅程剛剛開始，靈州只是第一站，遠古海獸、炎荒火山、昆虛古樹、幽冥永夜都在等着我。10年之約，我不會遲到。